你愿意做塞纳还是普罗斯特？这个问题的答案看起来没有悬念，因为在《永远的车神》这部纪录片里，塞纳是万人敬仰的民族英雄，去世时享受元首国葬待遇，圣保罗民众自发为其送行，整个巴西都为之哭泣。而法国佬普罗斯特则是个阴险小人，以正义之名行卑鄙之事。在与塞纳的交锋中，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，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车神纪录片时的直观感受。但当我了解了教授的一些故事之后有了一些不同的想法。1984年的蒙特卡洛，五大高手齐聚一堂上演摩纳哥论剑，争斗过程非常精彩。普罗斯特依靠他的政治手腕获得了冠军，塞纳屈居第二，这是两人矛盾开始的地方。而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塞纳在其他车队混迹了4年之后，因为出色的表现，也因为本田的关系，最终加盟了麦克拉伦，和普罗斯特成为了队友，也就有了这个经典的握手场面。但在后人看来，这简直就是宣战视频。88年塞纳拿到了第一个冠军，89年两人的争斗一直延续到了倒数第2站的日本铃鹿，这也是内斗第1季的高潮。两人发生了碰撞，塞纳第一个冲过终点，普罗斯特则依靠政治手腕让车神的成绩变为无效。但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90年的日本铃鹿，塞纳开着麦克拉伦直接在1号弯前用2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把普罗斯特法拉利顶了出去。虽然不太光彩，但自己拿到年度冠军的同时还报了去年的关门之仇。最解气的是普罗斯特知道他是故意的，但就是改变不了结果。后面两人没有直接争冠，所以关系有些许缓和。塞纳去世时，普罗斯特还是福林人之一，后面一直帮忙打理车神的基金会。看到这里你会发现教授其实并不坏，他只是非常精于算计，擅长玩弄政治手腕罢了，你可以理解为争胜的一种手段。而尼基劳达比普罗斯特更擅长这些，但为什么同样是稳中求胜、雨中弃赛、利益最大化的做法，劳达就没什么人喷他呢？看看老爷子事故中留下的痕迹就知道了。那普罗斯特有什么理由这么怕死呢？他真的有。教授曾造成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，一台飞驰而来的法拉利追尾了他驾驶的雷诺赛车，对方车手几乎半身不遂。这起事故给他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。同赛季和法拉利相关的事故还有2起，亲身经历的普罗斯特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真的无法忘记曾经的那些记忆。我们喜欢塞纳，因为它更像是一个美丽的神话，象征着追求完美、追求真理，象征着大无畏的气概和永不退缩的精神。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像塞纳那样的人，立下宏伟志向，勇往直前，不畏行路之难，快意恩仇。但真到了生死时刻，谁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？也许和平年代的我们不需要历经生死，但社会的毒打、生活的重压，让大多数人都活成了普罗斯特，甚至比教授本人更会权衡利弊，更擅长政治手腕。塞纳精神只是偶尔在脑海中一闪而过的乌托邦罢了，而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车王常有，车神只有一个的原因吧。